日本简报，世界各大媒体对日本的报道。日本简报，预计到2070年，外国居民将占日本人口的10%。日本时报，根据国家人口和社会保障研究所的一项新研究，预计到2070年，日本人口将降至8700万，约占目前1.26亿人口的70%。非日本居民的比例将在50年内上升，从2020年的2.2%上升到2070年的10.8%，而65岁或以上的人口比例将从2020年的28.6%上升到2070年的38.7%。这些预测基于5年增量增长和回归模型，同时考虑到最新的官方估计数和对出生、死亡和已洗以及其他趋势的统计调查。该报告承认 COVID-19 对生育率和人口势头的影响，但没有考虑社会经济条件或政府政策的长期影响。日本政府已采取措施鼓励人口增长，包括增加对儿童保育的支持和鼓励更多人加入劳动力队伍。日本大使警告说，防止台湾战争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澳大利亚时代报，即将离任的日本驻澳大利亚大使山上慎吾 Shingo Yamagami 警告说，澳大利亚和其他民主国家必须阻止中国入侵台湾。山上在坎培拉度过了2.5年，他听到了中国同行关于煽动澳大利亚和中国之间冲突的指控。据悉尼先驱晨报报道，虽然阿尔巴尼斯政府正在修复与中国的外交关系，但山上呼吁迅速采取行动，增加威慑力，包括日本和澳大利亚之间的协调计划，为北京可能发动的这种侵略做好准备。日本将于周六结束 COVID 边境措施，早于预期。路透社，据时事通讯社援引政府消息人士的话称，日本将比预期更早结束其 COVID-19 边境措施。5月8日的上一个日期已被提前，以缓解假期期间机场的拥堵。拜登将访问日本、澳大利亚与盟国会晤。多伦多星报，美国总统拜登将于下个月对日本和澳大利亚进行正式访问，讨论乌克兰的持续局势以及应对中国在印太地区强硬的经济和军事行动的方法。拜登总统在日本逗留期间将出席在广岛举行的7国集团领导人峰会，随后前往澳大利亚，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和澳大利亚总理安东尼·阿尔巴尼斯举行会谈，参加4方领导人峰会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预计他们将讨论在全球卫生、气候变化和高品质基础设施等关键问题上的更深入合作。超过60%的日本人经常戴口罩。日本时报，根据第三共医疗保健公司进行的一项私人调查，尽管政府放松了指导，但日本仍有超过60%的人在外出时戴口罩。这项在线调查于3月进行了3天，收到了来自全国人民的4700份回复。在继续戴口罩的人中，大多数人表示这是由于对 COVID-19 或普通感冒的担忧，而其他人则提到了针对花粉症或现有健康问题采取的预防措施。一些女性受访者表示，她们不愿在不化妆的情况下露脸，而另一些女性则发现每天化妆很耗时。广岛的受访者戴口罩的时间最多，平均有72%的时间是清醒的。到处都有潜在的地雷，逮捕记者，北京努力阻止与外国人合作的证据。多伦多星报，中国对哈佛大学前访客董玉玉的案件被引用为中国试图阻止其公民与外国人互动的一个例子，因为对人权活动家、律师和记者的严厉判决仍在继续。董于2021年2月因涉嫌间谍活动被捕，2月在北京与一名日本外交官共进午餐时，董可能面临超过10年的监禁。董的家人匿名表示，他的案件向中国人和世界传达了一个资讯，即试图了解中国会导致麻烦。董的被捕是在康明凯和迈克尔·斯帕沃尔被拘留之后进行的。这2名加拿大公民于2018年被捕并被判处10多年监禁，以报复加拿大逮捕华为首席财务官。得知岸田遇袭后，安全常不停吃。多伦多星报，日本国家公共安全委员会主任谷浩一 Koichi Tani 表示，尽管2周前被告知首相岸田文雄 Fumio Kishida 从管状炸弹袭击中侥幸逃脱，但他仍在吃鳗鱼饭，引起了强烈抗议。Tani 在告知时正在享用美味的鳗鱼盖饭，这时他接到远警的电话，告诉他150英里外和歌山的岸田被投掷了一枚管状炸弹。一些人要求解除塔尼的职务。然而，岸田保证即将于5月19日至21日日本主办的7国集团首脑会议的安全将得到改善。
这已经不是日本政府高级官员第一次发表言论引起争议了。前法务大臣花梨康弘 Yasuhiro Hanashiro 于2015年11月辞职。此前他表示，他的工作只有在签署执行令时才成为头条新闻。新一代可能会重新点燃尾关排名缺失的火花。日本时报，相扑需要新一代色彩缤纷的竞争者来填补因大流行而缺乏人群参与造成的空白。此前一段时间的比赛平淡无奇，最近相扑第2名的玩家给人的印象不如小西木、高之花和凯王等传奇前辈。高井锁的独特存在，加上竞争者大荣、正和桐山的存在，很可能看到100多年来首次双生位空洞的尾关级别，并为这项运动提供急需的肾上腺素注入。本田汽车利用台积电确保晶片稳定供应。日经亚洲，本田已与台湾半导体制造公司达成协定，以确保晶圆供应。此前最近的短缺导致日本汽车制造商的生产放缓。除了促成合作伙伴关系外，晶圆短缺促使本田透露，到2026年将在日本推出4款新的电动汽车车型，目标是到2040年仅销售电动汽车或燃料电池汽车，到2030年生产200万辆电动汽车。该公司还计划开发自己的操作软体，提供驾驶员辅助和自动驾驶功能，从2025年起将用于美国的大型电动汽车。日本首次商业登月的努力以失败告终。金融时报，日本公司 eSpace 在一份声明中证实，当其注入器在距离月球表面仅90米处坠毁时，首次登月商业任务以失败告终。在这次任务中，该公司与 Tommy 和索尼合作，将一辆自动漫游车送往地面，这是私营公司首次尝试这样的壮举。这项任务受到数千名日本投资者和太空爱好者的监视。创始人 Takeshi Hakamada 表示，该团队已经实现了10个目标中的8个，并取消了在2024年再次尝试的计划。东京警方使用快速检测试剂盒逮捕使用约会强奸药物的嫌疑人。日本时报，东京警视厅 NPD 发起了一项全面的强奸药物检测计划，这是日本首个涉及快速检测试剂盒的强奸药物检测计划，以快速确定性侵犯受害者是否在未经其同意的情况下接受了毒品。该工具包于2017年12月成功试用，现已可供所有原警局使用。传统的尿液检测可能需要长达1个月的时间才能提供结果，通常为时已晚，无法为受害者提供支持行动或收集闭路电视录像。东京每年报告多达20起使用此类药物的强奸案。日本简报，全球了解日本最快捷、简约的媒体。